中南海最近可不太平，原本只在茶馆、微信群里流传的宫廷戏传闻，现在一路漂洋过海，连外国外交官、学者、媒体大咖都忍不住下场吃瓜。问题直指核心，习近平是不是失去权力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燕青。前《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立最近专访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吴国光，两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中南海那层厚厚的黑箱，试着透过一堆小道消息和政治八卦去猜测习近平现在的真实处境。吴国光说得很直白，为什么中南海小道消息、政治八卦这样无所不在的流行呢？用一句话就可以形容：理想很丰满，现实特骨感。中共这套体制就是在公开地侮辱你的智商和审美。明明在说假话，你还得陪着演戏；明明很丑陋，却要说成美得不得了。所以大家心里明白真假，但还是忍不住传，忍不住看，因为这不只是情报问题，而是人被压抑得太久的一种本能反应。问题来了，习近平是真的快要失势了吗？最近关于中南海内斗的传闻满天飞，甚至有人说，最高领导人手里的权力已经不再稳固。可这些消息是真是假，谁都说不准，因为中共的政治就是一个巨大的黑箱，里面密不透风，外面却谣言四起。吴国光教授的态度很坦率，别当真，这又不是炒股，不会影响你口袋里的钱。他的意思是，这些传闻既不是知识问题，也不是智商问题，而是大家在闷得快窒息的环境里，一种自然的心态出口。可别以为习近平真的就坐不稳了，至少表面上他在政坛还没有完全失势。8月3号，中共官媒突然放消息，蔡奇受习近平委托，专门去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港媒《明报》解读说，这其实意味着中共高层已经进入北戴河休假模式，习近平和一众大佬会在半个月之后回北京。但别忘了，北戴河曾经是退休元老们发声、左右大局的地方。但传闻胡锦涛时代已经取消了北戴河会议，习近平上台后更是把这里的政治功能弱化到几乎消失。这次突然重现一些动作，是不是在向外界释放我还稳得住的信号？还是说高层内部正在暗流涌动？再看7月30号，习近平亲自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定下11月要开中共4中全会，主题谈“15+5”规划。这看似大权在握，但别忘了，中国经济正是一团乱麻，这可是习近平的心头大患。政治不透明，言论被封死，连百姓都觉得窒息，更别提坐在最高位的他。在吴国光看来，底层老百姓以为自己没有自由，是因为自己没有权利。殊不知，中共官员混到高层，就是前中共政治局委员，也会在摄像头、警卫人员的监督之下，甚至不能随时打电话，更别提临时开会了。有人说，习近平每天像是被架在火上烤，怕失去权力，更怕经济烂摊子最后全算在他头上。那习近平到底失去权力没有？吴国光表示，从他的观察来看，习近平掌控权力的能力在削弱，他可能是身体健康出了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中共政坛已经开始进入中共21大的敏感时刻了，至少从明年的春夏就开始审计换届了，那更底层的换届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从下到上，升职履新是无数的官员翘首以待最关注的时刻，要么升迁，要么退休，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吴国光认为，中共这些精英可能和习近平一样，面对国内民众普遍的不满，中国经济持续的走低，各种国际压力，他们对亡党的危机感比任何时候都强。他们认为，只有干掉习近平才能救党，而在习近平治下，他们的利益高度受损。于是，他们打着为民谋福利的幌子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在国际上也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哈德逊研究所余茂春他们发布了关于共产党之后中国的报告。吴国光也得到一些反馈，中共高层现在要救党，最典型的说法就是打掉习近平的家天下，还原党天下，然后走向所谓民天下。但是吴国光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指出，习近平搞的不是习近平单纯的家天下，习近平搞的是共产党党天下的家天下，所以在今天是不能把习近平的家天下和共产党的党天下对立起来的。习近平离开了共产党，他什么都不是，所以习近平就是共产党接的一个瓜，他就是代表共产党的。但是他代表的共产党的利益，现在和共产党内的很多精英的利益是不吻合的。但这不等于说习近平他一个人在和共产党对立。实际上，共产党的一部分精英和习近平对共产党走向有两个不同的想法，就像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及毛泽东和刘少奇有不同的想法一样，他们都是在共产党这个基础上的。那么，共产党这些精英现在要干掉习近平来救党，这个意识非常急迫，这也是舆论高涨的原因之一。中共20大是习近平高度集权的高光时刻，他逼退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甚至把胡锦涛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春华从政治局委员中踢出去了。但是习近平都是让他们软着陆了，并没有大搞清洗。他抓了中共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多位秘书，但只是将王岐山边缘化。习近平虽然没有下狠手，但是他的这些行为实际上把对他的仇恨拉得非常高。他抓了几个红色家族的代理人白手套，想整治像马云这样的民企首富。但他发现民营企业整体对中共开始出现了不信任危机。为了拉抬民营企业和国外的投资，他又把马云请回国握手言欢。习近平推行的这些政策让这些人利益受到巨大的损害，也得罪了这些人。习近平大权在握时，对中高层官员实施大换血，也引起了那些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闷声发大财的利益集团的不满。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模式和江湖时代中共精英喜欢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之间发生了冲突。吴国光表示，据他所知，包括习近平现在提拔的新的部级、副部级官员，以前来到美国，在私下场合都表达了对习近平的不满，而中共整部统治机器的零部件正是由这群官员构成的。这部分人的能量很大，特别是和西方政界、外交界、金融界、企业界、经贸界、智库机构、学术界、文化界、媒体和技术界，还有教育界，都有特别深度的勾连。习近平还得用这些人，他们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将这场倒习的舆论不断的传递发酵。中共20大后，从中共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委员，几乎全是习家军。习近平掌握着枪杆子和刀把子。但随着习近平大批的整肃军队高官，包括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时，让李尚福的前上司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深感危机。习近平和张又侠心生嫌隙。那有说法是说，张又侠趁习近平生病托付兵权之际，重新掌握了军权。自此，习近平的权力由盛转衰。现在很多曾经向习近平积极表忠心的官员也闻风而动，重新站队。
根据河南日报7月30号报道，今年中共8·1建军节前夕，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宁做出了惊人之举，他绕开组织，单枪匹马前往83集团军新乡驻地慰问部队。在中共体制内绕开组织单线走军方，只有一个解释：找后路。他知道，如果定于一尊的柱子塌了，他这类前台演员就是第一批被收拾的人。他曾在广西任内积极学习贯彻习近平思想，多次公开站台宣传，被外界视为表忠先锋的典型干部。湖南的情况也耐人寻味。根据中国新闻网7月30号报道，2025年7月，早年曾任湖南省委轻工部部长，典型的团派人物陈静被任命为副省长，此任命被视为团派的地方回归。根据新华社报道，新疆党委书记陈小江8·1前夕看望驻新疆部队，但仔细看新华社的文稿，通篇没有一句2个确立2个维护。在军队面前不提这2句政治口号，这是故意不提。陈小江很清楚，眼下不是站哪边的时候，而是别站错的时候。于是他选择了体制内最高级的自保，流程正确，既不站队张又侠，也不再替习近平背书。河南自保求出路，新疆悄然切割，湖南暗中重组，这都不是个案。这是一场遍及全国的离心风暴，官员们都在为后习时代布局。而这场全国范围内的离心离德，正是张又侠终极博弈的政治基础。他很清楚体制已经失控，而他要做的不是冒险发动一场军事政变，而是在四中全会被操控成甩锅会或围剿会的那一刻，能够启动一套紧急预案。从现在起到中共四中全会，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态都是试探，都是定夺，是习近平在四面楚歌中妥协，还是张又侠在极限博弈中接管？无论哪种结果，等待他们的都是一个分裂的党和一支渴望战争的军队，这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极限窗口。根据新华社报道，今年的7月30号，中共驻港部队举行庆祝建军98周年的招待会，香港特首李家超、中联办的主任等一众要员都有出席。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驻港部队的司令员彭京堂在讲话致辞中，整篇讲话只提到了中共，没有一句话提到习近平。对比前年2023年的招待会上，彭京堂表示，驻港部队全体官兵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等等。驻港部队司令员对习近平的态度是180度大反转，前年马屁拍得十足，今年则小心用词，规避习风险。不但香港这样，澳门也是如出一辙。中共军报报道，8月1号，中共驻澳部队也举行了招待会。驻澳部队的司令员于长江发表讲话说，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一国两制。通篇是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习近平。习近平亲自提拔的香港特首李家超也不例外。他在今年的719会上也是只字不提习近平。习近平钦点的中共前特首林郑月娥也是如此。往年在香港的书展上，他都要拿着习近平的著作翻一翻，做个秀。而今年他去出席书展时，却对习近平的著作视而不见。中共从上到下迅速调整，努力去习化，人还没走，茶已凉。这都预示着习近平大势已去。习近平想尽办法开倒车保党，现在落下个千夫所指。你觉得还会有人效仿习近平保党而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吗？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
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